禮有三不送，喜不送傘，壽不送煙，喪不候補。咩意思呢？送禮都有咁多講究，呢句俗語放到依家有冇道理㗎？先講下喜不送傘。嗱，呢度嘅喜指嘅係喜事、好事，例如話結婚酒、滿月酒、新屋入伙等等喜慶嘅場合，我哋通常都會做人情，俾一個利是去賀佢嘅。咁除此之外，仲會買啲禮物仔。嗱，尤其係農村結婚都會送好多茄哩夸啦嘅嘢。譬如話紅當當嘅暖水壺、紅當當嘅紗布硬撐，仲有被啊、枕頭啊，各種嘅小家電等等嘅嘢。但係送乜都得，農村隨禮嘅習俗，喜事一定唔可以送傘。點解呢？因為傘嘅諧音係散，有分散離別嘅意思。人哋結婚你送把傘過去，擺明係想拆散人哋啫，好唔老禮啊嘛。送咗可能對方都唔歡喜，分分鐘得罪人都唔知，所以喜事避忌送傘就係因為諧音梗啦。咁講到呢度又順便講下啦，一向講意頭嘅廣府人都唔會將傘叫做傘嘅，叫咩呢？叫遮。撐傘叫擔遮，接傘叫縮骨遮，遮就係遮風擋雨遮住嘅遮。咁叫係咁叫，但係都唔會話喺人哋結婚嘅時候送把遮過去咁好聽噶嘛。嗱，新娘子結婚嘅時候擔嗰把紅當當嘅遮，都係由佢自己阿媽親手送俾佢，買俾佢，送佢出嫁嘅時候用下嘅啫。咁亦都有人話唔好送杯喎，因為杯嘅諧音普通話叫悲，有悲哀、悲劇嘅意思，又係唔好聽。呢樣又唔送得，嗰樣又唔送得，送乜嘢呢？肯定係送一啲喜慶嘅嘢。例如話擺件啊、飾品啊，仲有小家電啊，實在係唔知送乜嘢，直接送錢過去啦，對方肯定中意嘅啦。咁再嚟講下壽不送煙咯，點解老人家過大壽唔可以送煙俾佢呢？有咩講究，有咩唔好呢？吓，過壽係農村嘅習俗，亦都係老人家盼望嘅事。按照傳統，一般到咗60歲之後就可以擺大壽噶啦。不過有一啲農村嘅習俗有做9唔做10嘅講法，唔知你家鄉有冇吓？咁事關10嘅諧音係市，9嘅諧音就係唔同啦。9長長久久啊嘛，所以為咗攞個好意頭，通常就會提前1年做嘅。譬如話60歲大壽就會喺59歲嗰年做。嗱，仲有啲地方係講究父在不留鬚，母在不慶生嘅講法，即係話如果父母仲健在嘅話，就唔好認老。父母仲健在仲在生嘅話，就算係到咗60、70歲都唔會過大壽，因為喺父母面前自己永遠都係細佬哥，所以唔會做壽嘅。咁關於呢個做壽嘅講究，咁早期都已經講過噶啦，有興趣嘅朋友仔可以抄翻嚟睇下。不過無論老人幾多歲做壽都好，最渴望見到嘅就係一家人可以齊齊整整坐埋一齊，借住做壽嚟團圓，可以增進下感情。咁呢個時候作為晚輩就要過嚟祝壽嘅喎，會俾翻個大利是，又或者會送啲禮物仔。送咩呢？送酒。酒嘅諧音係久，長長久久，寓意幾好聽啊！如果壽星公係好飲2杯嘅話，送酒就是啱啦。同時亦都係希望老壽星可以長長久久。但係煙酒不分家，咁送酒又自然會送煙㗎啦嘛。咁送煙又有咩唔好呢？吓？嗱，按照老一輩嘅人認為，過壽不送煙，因為煙嘅諧音讀煙，粵語讀煙，有煙氣、煙消雲散嘅意思。哇，聽落好唔老禮，老人家好唔歡喜啊嘛。咁再加上中國傳統文化認為，嗱，煙被視為係不潔之物，仲被視為係引誘人走向墮落嘅象徵。咁而且吸煙有害健康，咁如果老年人經常抽煙、吸煙嘅話，仲會增加肺部嘅傷害。咁所以老一輩嘅人認為過壽唔好送煙就係咁解啦。咁送咩好呢？咁最好就肯定係送一啲老人家啱用嘅嘢啦，譬如話一啲健康食品、健康養生品、壽桃啊，或者係寓意長壽嘅植物等等嘅嘢。實在係唔知送乜嘢，直接送嚿金過去，老人家肯定歡喜啦，係咪？咁你又認唔認同壽不送煙嘅講法呢？你有冇試過送煙俾人哋呢？吓，留言話我知啦。咁至於喪不候補，嗱，呢度嘅喪指嘅係喪事、喪禮，即係白事，係人過咗身之後辦嗰件人生大事。嗱，喺農村對於喪事、喪禮係好重視嘅。如果有親人過咗身嘅話，如果冇咩特殊情況，係一定要到場。只要人到場參加咗，就係對逝者嘅尊重，係對逝者家人嘅尊重。咁喪禮係舉辦1日嘅，俾嗰啲白金就要當場，又或者係提前親手交俾逝者嘅家屬啦。
唔可以話事後再補過、事後再俾，或者係事後再參加，咁樣係唔得嘅，會被視為係唔尊重人，會被視為係冇教養嘅表現。因為呢啲嘢都係一次過啫，就算係冇俾嗰份白金，冇參加都冇得後悔嘅，唔可能話等人哋落葬之後你再去俾再參加，咁樣分明係咒人哋嘅啫，係唔尊重人，係唔到禮嘅表現。咁再加上亦都費事去勾起人哋屋企人傷痛嘅回憶啦。咁所以民間就有咗喪不候補嘅講法。咁但係喪事又唔同喜事喎，嗱，喜事可以候補啫，但係喪事唔得，記住啦。嗱，其實呢啲都係人情世故、禮尚往來嘅傳統文化，係一代一代咁傳落嚟嘅，咁體現咗人與人之間嘅情感交流同埋互相嘅關懷。嗱，正話講嘅喜不送散、壽不送煙、喪不候補，無非都係想攞個吉利，想攞個好意頭，圖個心安理得嘅啫，係咪？好啦，咁今期嘅視頻暫時吹咗咁多，到最後想問下大家，人哋結婚、人哋過大壽，你會送啲乜嘢禮物呢？做幾錢人情呢？你家鄉有冇壽不候補嘅講法呢？留言話我知，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一張好嘴養全家，一張巧嘴走天下。喺日常生活工作當中，口才都係一項好重要技能嚟嘅。口才好嘅人把口啷過油，去到邊度都咁受歡迎，工作機會都會多啲啊。但係嗰啲老實人，唔係咁善於表達自己，唔係咁善於同人哋溝通嘅人，相對嚟講就會錯失好多良機啦，甚至會開口及着脷，禍從口出，得罪人都唔知啊。所以話講嘢都係一門藝術嚟嘅。但係平時應該點樣交流溝通呢？點樣可以做到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呢？咁精通口才術嘅鬼谷子認為，同人哋溝通唔係一成不變，要識得靈活運用以下講嘅呢4句口訣，背熟佢嘅話，你嘅口才就會突飛猛進，人緣亦都越嚟越好咁話。第一句就係與貧者言依於利。我哋喺生活上都總會遇到啲經濟條件唔係咁富裕嘅人，咁對於貧窮嘅人嚟講，最重要嘅係乜嘢呢？係溫飽嘅問題，最睇重嘅係可唔可以帶俾佢哋咩利益。所以同佢哋傾偈，唔好畫餅，唔好講理想，唔好講抱負，唔好講咩大道理，講咗佢哋都係覺得你黐筋嘅啫。佢哋最想知道嘅就係聽你講去辦事有咩好處呢？直接啲、現實啲、利益切入，講着數，佢哋自然就會聽你講噶啦。咁你試想下啦，同一個2餐都成問題嘅人講大道理喎，點有興趣先得噶？肯定會反感啦，覺得同你話不投機，半句多，甚至覺得你扮晒蟹啊。但係講着數就唔同啦，對方需要啊嘛，係咪？咁第2句口訣就係與富者言意於高。如果遇到啲有錢佬，又應該要點傾偈呢？喺古代，富者有財富，但係冇地位嘅，因為喺古時候，商人甚至被視為係次等嘅公民，有名冇位係古代商人最頭痛嘅事。所以喺古代同富人傾偈就要高過佢啦。咁呢個高指嘅係名位。咁點傾呢？講一啲佢哋未聽過、未見過，但係又有理據嘅事。言談舉止都要居高見嶺，有一種居高臨下嘅陣勢。用大嘅視野、大嘅格局去吸引佢，就算佢比你有錢，你都唔好卑躬屈膝喎，要佔主動權，展示你嘅品味，展示你嘅優勢能力，令對方敬重你。咁至於第3句口訣就係與貴者言高於世。呢個貴者係指權貴之人，喺社會有一定嘅身份地位嘅人。我哋平時求人辦事都總會遇到啲出身比我哋高貴嘅人，咁傾乜嘢呢？首先要有個勢喺度，唔係嘈交嘅陣勢啊，而係自信嗰個氣勢啊。因為權貴之人講嘢肯定係氣場十足嘅，佢哋嘅眼界同埋認知水平都會高過一般嘅人。呢個時候同佢哋溝通交流就要有自信咯，仲要儲備一定嘅料。因為有知識先至有氣魄、有自信㗎嘛，係咪？咁如果同佢哋傾偈嘅時候，面對佢哋你閃閃縮縮，甚至係覺得低人一等嘅，咁權貴之人都唔會將你放喺眼內嘅。講到呢度又令我諗起有個事例咯。話說喺舊上海時期有3大流氓，就係杜月笙、黃金榮，仲有張少林。其中杜月笙係最識得做人嘅，就算面對權貴之人，比自己有財有勢嘅人，佢都唔會驚青，唔會縮沙嘅吓，依然有個勢喺度。
有一次嗱，黃金榮得罪咗浙江嘅督軍軍閥盧永祥嘅仔四公子盧小嘉，咁當時候成個上海都震晒嘅，驚出咩大事啊嘛。咁如果唔係多得杜月笙同埋張少林喺中間做和事佬，使咗300萬疏通盧虎嘅上上下下，可能黃金榮真係會俾盧虎嘅人打橫咁抬出盧公館啦。正所謂山外有山高，人外有人強。面對比自己更加有勢力嘅人，就要順勢而為，講一啲體面嘅說話啦。嗱，最後一句口訣就係與辯者言，依於堯。呢個辯者係指能說會道嘅人，好識得講嘢嘅人，同比自己更善於辯論嘅人傾偈，你就要識得揸住重點嚟講咯。簡明扼要，一針見血，唔好講咁多，唔好扯咁遠，因為你唔夠佢講嘅，揸住重點講完就算啦，費事俾佢牽住鼻子走啊嘛，係咪？嗱，舉個事例，曹操喺歷史上係出晒名，好識得講嘢嘅人。咁有一次，曹操攻打呂布，將呂布綁喺白沒樓，但係識才嘅曹操又唔係好捨得殺呂布，但係留住呂布又驚呢個呂布做反骨仔喎。於是乎，佢就問劉備點處置好呢？嗱，劉備同呂布係有過節嘅。咁劉備喺未投奔曹操之前，原本已經佔領咗徐州噶啦。咁後嚟好心收留呂布，點不知呢個呂布趁劉備出差嘅時候搶咗徐州喎，真係食碗面反碗底，活生生演繹咗農夫與蛇嘅故仔啊！咁後嚟就導致咗劉備投靠曹操啦。咁呢個時候，呂布俾曹操捉住，肉隨砧板上，咁劉備肯定係爽過馬蹄爽噶啦，係咪？所以正當曹操問劉備點樣處置呂布嘅時候，劉備淨係講咗句說話：你唔記得丁原同埋董卓點死噶啦？唔通你想做呢個呂布第3個義父？所以知道呂布已經殺咗自己2個義父噶啦。咁曹操一聽到呢句說話，就狠心咁懟冧咗呂布啦。所以劉備面對比自己更加能說會道嘅曹操，冇多講，亦都冇扯到武雷公咁遠，淨係揸住重點嚟講，一擊即中，講中呂布嘅要害。所以話講嘢真係一門藝術，係與人溝通嘅橋梁。但係真正識得講嘢嘅人又有幾多個呢？記低鬼谷子教嘅口才要訣，學下點樣好好同人哋溝通咯。咁今期嘅問題係：你善唔善於同人哋溝通嘅呢？你係屬於社交牛逼症，定係屬於社交恐懼症呢？留言分享下，我哋下期再見，拜拜。人過5代另起墳，屋住3代必走人。點解過咗3代5代就要搬走呢？唔通真係1代親2代表3代閒了了，到咗4代見咗都唔要，咁無情咁現實？繼續睇落去你就知㗎啦。呢一句俗語其實同家族嘅繁衍祭祀觀念有關嘅。咁先講下人過5代另起墳，字面上嘅意思係指當一個家族嘅祖墳超過咗5代之後，就要另外揾新嘅地方起祖墳啦。呢度嘅5代指嘅係家族裏面嘅5代人，即係高祖、曾祖、祖父、父親，仲有自己呢一代。喺古代嘅社會中，5代通常係血緣關係最親近嘅人。譬如平時我哋聽到有人叫二爺、三爺、四爺、五公、二叔公、三叔公等等嘅叫法，其實都係同宗同祖嘅族人，只係輩份唔同，親疏遠近關係嘅啫。但係點解古人會話人過咗5代之後就要另起祖墳呢？甚至唔需要再拜祭5代之前嘅祖宗？其實呢一個同古代傳統嘅祭祀習俗有關嘅。咁大家都知啦，古代皇帝嘅列祖列宗都有配太廟噶嘛，但係平民百姓嘅家中供奉嘅一般都唔會超過5代。換言之，即係話子孫祭拜嘅只需要去到高祖嗰輩，而高祖以上嘅先祖一般就唔使拜啦。因為喺古人嘅觀念裏面，家族嘅老祖宗對子孫後代嘅庇護只能庇佑到第5代。而5代之後嘅親人一般就理唔到咁多噶啦，亦都意味住出咗5服之後，關係就慢慢開始疏遠啦。如果唔係住埋一齊嘅話，可能見到面都繞唔出啊。亦都係因為呢一個原因啦。咁所以老一輩嘅人認為，人過咗5代之後就要另起祖墳啦，等新嘅老祖宗庇佑後面嘅子孫，咁解代代相傳啊嘛，係咪？
嗱，如果按照古時候嘅風水講法係話，墳墓嘅風水之氣最多只能庇佑到第5代，超過咗5代之後就要另外揾一個新嘅風水寶地，祖先理唔到咁多噶啦。咁其實好多地方都有呢個講法，甚至保留咗呢一個咁傳統嘅做法，有啲甚至3代開始就另起祖墳啦。一嚟係因為家族嘅墓地確實有限，逼埋一齊好屈實噶嘛，係咪？咁二嚟係因為遷到其他地方，對於族人嚟講，喺佢哋定居嘅地方另起祖墳，更加方便日後對祖先進行祭拜啊嘛。有好有唔好嘅，咁好嘅就係象徵住呢個家族蒸蒸日上啊嘛。但係唔好嘅就係可能會令到親戚嘅關係逐漸疏遠。咁你家鄉又有冇呢一個做法講法呢？留言話我知。至於屋住3代必走人又點解呢？字面上嘅意思係話一間屋冇辦法住得落超過祖孫3輩嘅人，超過咗之後就要搬屋噶啦。注意啦，呢度唔係話因為有意見要分家吓，而係因為一間屋嘅安全問題。咁你知啦，古時候嘅屋唔似得依家咁堅固噶嘛，住嘅房屋都係自己搭建嘅草木屋或者係土坯屋。順便講下啦，提土旁加個不，下面有一橫，呢個字普通話讀 P， 不是呸，粵語讀胚，胚胎無胚房嘅胚。但係口口相傳又有人讀成呸喎，咁都唔可以話係錯嘅，因為呸嘅發音喺集運裏面都有記載嘅，所以你聽到有人讀無胚房胚胎，亦都有人讀無胚房胚胎。咁講翻呢一個屋住3代必走人啦。古人之所以會咁講，其實係考慮到間屋穩唔穩固嘅原因。咁你試想下，我哋由細到大，再到結婚生仔，起碼要20-30年嘅。咁如果3代人嘅話，就有6-7年噶咯。咁如果多嘅話，起碼有8-90年嘅。以前嘅屋都係用草木整噶嘛。咁如果一間老屋住咗超過3代人嘅話，起碼有過百年嘅歷史噶咯。一間年久失修嘅老屋，肯定唔安全唔穩固啦，可能仲會隨時會冧啊。咁呢一個係出於安全隱患考慮嘅問題。咁另一方面，1代、2代、3代大大話話都要幾十人嘅，間屋又點會裝得晒啦？係咪？所以喺以前嘅農村，一到咗3代之後，就會自己出去打地基，另外起屋搬出去住噶啦。咁當然啦，到咗依家可能2代都已經搬出去住啦，唔係話因為間屋舊或者細，有可能係相處嘅問題。仲有一個講法，古人係好信風水呢家嘢嘅，起間屋都話要揾一個2-3磅水嘅風水寶地，住咗落去就可以風水輪流轉，風生水起咁話。咁但係寶地唔可以保持到100年嘅，咁到咗3代之後，可能就會過時噶啦，可能會變檔咁話。咁所以每到3代嘅時候，佢哋就會另外再揾一塊風水寶地啦。咁所以漸漸就有咗屋住3代必走人講法。咁當然啦，呢啲風啊水啊嘅嘢，其實只不過係古人迷信嘅講法，無非係為咗方便以前耕種嘅啫，未必適合依家用噶啦。咁隨住社會喺度不斷進步，不斷喺度發展，咁其實呢一個房屋嘅問題似乎已經唔再係問題。依家基本上都係1代人1代房噶啦，父母同個仔分開住啊嘛，條件係好咗，不過家嘅味道少咗，溫暖亦都少咗咧，係咪？好啦，咁到最後問下你啦，一家人係咪越少見感情越好呢？一家人係咪都會相見容易相處難呢？留言分享下，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娶妻莫娶翹翹嘴，家看別嫁天庭女。乜嘢叫做翹翹嘴天庭女呢？你有冇呢？一齊嚟睇下呢一句俗語放到依家啱唔啱使咯。先講下娶妻莫娶翹翹嘴。呢個翹字用粵語亦都可以讀翹或者係讀翹，譬如話有味中藥叫做連翹，係咪？亦都可以讀翹埋雙手嘅翹。翹翹嘴係指嘴唇突出向上翹起，嘴唇唔正，甚至係有啲爆牙嘅女子，又或者係有啲人嬲起嘅時候嘟長個嘴，就好似咁就為之翹翹嘴啦。古時候老一輩嘅人認為男子攞老婆就盡量避免唔好攞翹翹嘴嘅女子，話咁樣就唔好咁話。咁點解又要特登講個嘴呢？因為按照古時候嘅擇偶標準嚟講，判斷一個女子旺唔旺夫、性格好唔好，主要都係睇個嘴嘅。
咁古人嘅審美角度認為櫻桃小嘴係最得人中意，亦都係靚女嘅標準。嘴細認為係溫柔內斂，唔會到處惹是生非。但係嘴大嘅話就容易食窮郎，甚至好容易會同人哋發生口角咁話。咁古人認為娶妻求淑女應該要攞一個溫柔賢惠又端莊，嫁到夫家之後本本分分咁孝順公婆，安分守己，相夫教子，咁就為之一個好老婆。而翹翹嘴嘅女子喺古時候就唔係咁受歡迎啦，一方面被認為係唔靚啦，而另一方面認為翹翹嘴嘅女子好容易會同人哋發生口角，中意搬弄是非，佔人便宜，喐啲就可能發脾氣，性格強勢又尖酸刻薄，講嘢掘雷錘喎，可能會好容易得罪人咁話。咁古人認為娶咗呢啲女子返歸嘅話，公婆都會覺得好難管教，甚至會影響家庭，影響夫妻之間和睦嘅關係。咁所以就有咗呢一句娶妻莫娶翹翹嘴嘅講法啦。再講下嫁漢別嫁天庭女咯，呢個字普通話讀離，粵語讀女，例如話女牆、女球。咁個女字亦都可以讀律嘅，例如話有位神話人物叫做郁律，係咪？咁呢句說話其實係對於男方嘅要求，係勸女子擇偶嘅時候就要睇清睇楚啦。咁喺孔雀東南飛裏面就有一句，女性喺選擇配偶嘅時候一定要再三考慮，未來婚姻裏受傷的幾乎是女性。因為傳統嘅女子會將婚姻同生活直接掛鈎嘅，將婚姻睇得比較重，所以就有咗呢一句勸人別嫁天庭女嘅講法啦。但係講咗咁耐，乜嘢叫做天庭女呢？天庭其實指嘅就係我哋嘅額頭啊。我哋經常聽到有個講法叫做天庭飽滿，係咪？即係形容一個人有大富大貴嘅面相。咁按照古人嘅相學認為，如果一個人嘅額頭隆起又高又厚實，咁就為之天庭飽滿啦。話咁樣嘅人就有官運，可以享受一生嘅榮華富貴咁話。但係相反，天庭女就唔好啦，係指嗰啲額頭好似磚頭一層一層咁樣疊埋一齊，額頭唔平整，額頭紋路多嘅，睇起身好似苦瓜乾咁嘅面口，咁呢一個就為之天庭女啦。意味住佢有可能經常心事重重，諸事不順，有可能佢經常失敗，能力不足，事業失敗，導致心情唔好，亦都有可能佢為人心思細密，城府深，唔係咁容易相信人。所以呢一句嫁漢別嫁天庭女係勸女子嫁人嘅時候就要睇清楚對方嘅人品啦，係咪一個經常苦瓜乾咁嘅面口，經常冤口冤面，經常愁眉苦臉，遇到困難嘅時候就逃避嘅人。咁如果有以上呢啲特徵，嫁過去都唔會幸福嘅，因為夫妻係要同心，唔可以互相猜疑對方噶嘛。如果嫁咗一個經常唉聲嘆氣、經常算計對方嘅人，又點會行得落去咧？係咪？其實有難怪古人會有呢一個講法嘅，因為喺古代，男子係一個家嘅頂梁柱，作為一個男人就要負責撐起成頭家噶啦。如果嫁錯郎嘅話，生活真係會過得好苦嘅。咁若然真係嫁咗個不成氣候嘅男子嘅話，呢個家就好難可以興旺起身，只會越過越艱苦。況且喺古時候嘅女子嫁一人終一生，唔會好似依家咁話離婚就離婚嘅。咁所以喺古時候，富裕人家嘅千金喺揀如意郎君嘅時候，就會專門請人去睇下男方係咪天庭女啦。仲有一種講法係話嫁漢別嫁天天女，咁呢個天天女係指女成場，即係打麻雀啊。我哋講嘅游乾水係咪？雖然都係一種娛樂活動，但係如果日日無所事事，不務正業，得閒就去開台，搞到冇米落鑊嘅，對屋企嘅事又不聞不問，乜嘢都交俾老婆做晒嘅，咁樣女子嫁過去之後又點會幸福咧？係咪？簡直就係苦過弟弟啦。咁所以為咗勸女子避免喺婚姻中不幸，就有咗呢一句嫁漢別嫁天天女嘅講法啦。咁呢一句娶妻莫娶翹翹嘴，嫁漢別嫁天庭女嘅講法，你認為有冇道理呢？其實我覺得以貌取人肯定係唔啱嘅，因為婚姻係要靠大家共同努力去經營，靠大家互相磨合去適應對方嘅節奏，而唔係話靠個嘴型，又或者係靠個額頭嘅，係咪？所以呢句說話係冇科學根據嘅。
不過呢句俗語反而提醒我哋婚姻需謹慎，唔好因為結婚而結婚，唔好因為年紀到咗啦，又或者屋企人催你啦，又或者一時衝動而結婚。婚姻係一世嘅，結婚之前就要睇清睇楚對方嘅人品，以免追悔莫及啊嘛。咁好啦，到最後問下大家，你身邊有冇翹翹嘴，又或者係天秤女嘅朋友呢？你有冇後悔嫁呢個老公娶呢個老婆呢？留言分享下，我哋下期再見，拜拜。你記住晚飯5日就餓住百病。點解啊？肚餓都唔可以食，唔通要勒緊肚皮啊？我哋以前有2餐啫，朝頭早8點，晚上4點。咁7、8點冇吔飯噶啦？冇啊，冇得吔噶啦。想問下大家，你有冇食晚飯嘅習慣嘅呢？你認為食晚飯健康定係唔食晚飯健康呢？呢個話題一直都有爭議。有人認為晚飯肯定要食嘅啦，一日3餐係要有規律噶嘛。成晚流長唔食晚飯嘅話，邊個頂得順至得噶？係咪？亦都有啲養生嘅人認為晚飯可以唔食嘅，因為咁樣先會更加健康咁話。加上古人話齋，晚飯不吃，餓治百病。咁點解古人會咁講呢？呢個係同古人嘅生活方式有關。你知啦，以前啲人都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噶嘛。一般淨係食早上朝頭早8點嗰餐，同埋晏晝4點嗰餐。呢一個就係以前嘅人講嘅朝8晚4啦。咁點解冇夜晚嗰餐嘅？對於佢哋嚟講，晏晝4點嗰餐就叫晚餐噶啦。平時除咗耕田種地之外，亦都冇咩其他嘅娛樂活動，一入夜就瞓覺，好早瞓。咁瞓着咗自然唔覺得肚餓噶啦，所以佢哋認為唔食晚飯係好正常嘅事。講到呢度又令我諗起有個古仔，話說明朝永樂皇帝朱棣有個心腹大臣叫胡廣，佢係一個文人雅士嚟嘅。佢最大嘅特點係守到秘密唔八卦，所以朱棣好中意佢，好信任佢。但係同時亦都睇唔慣佢日日喺度食晚飯。你知啦，喺古時候一個人經常食晚飯係唔好噶嘛，甚至會被視為係放蕩。但係呢個胡廣就解釋話啦，因為自己長期有病，身體虛弱，要少食多餐，所以一定要食晚飯。咁朱棣亦都原諒咗佢。不過後嚟胡廣做咗翰林學士之後，佢嘅晚飯食得越嚟越豐盛，越嚟越多，唔單止身體冇強壯起身，反而病痛仲越嚟越多。咁喺佢37歲嘅時候就已經賣咗下鴨蛋啦。喺古代中醫仲有過午不食嘅講法，咁呢個午指嘅係中午11點至到下午1點，過咗下午1點之後就唔會再進食啦。一嚟為咗提倡節約糧食，二嚟為咗養生咁話。古人係好睇重唔食晚飯呢個規矩嘅，食咗晚飯有可能連科舉試都參加唔到，甚至有可能係老婆都娶唔到咁話。所以民間就傳言話晚餐不食，餓治百病啦。點解後尾又會興咗吔晚飯嘅呢？呢一個係喺新中國成立之後，蘇聯有位專家提出一日3餐先至合理嘅，話如果每日將啲食物堆埋喺中午嚟食，就會損害腸胃咁話。咁點食呢？遵循3-4-3嘅原則，即係話早上食全日糧食嘅30%，中午又食全日糧食嘅40%，而到咗晚上又食翻30%咁話，咁樣先係叫做營養又科學喎。咁喺當時嚟講，蘇聯專家嘅號召相當於聖旨咁嘅，咁大家響應號召，開始齊食晚飯咯。不過有啲農民都唔受呢一套嘅，喂，我慣咗一日食2餐嘅，一直都係咁過嚟噶啦。忽然之間你要我食多餐，我肯定唔制啦，係咪？咁蘇聯專家就好嬲啦。到咗1959年嘅時候，中國農村有咗人民公社之後，咁啲專家就諗咗條屎橋出嚟咯，免費請農民食霸王餐，一日3餐都係免費嘅，任食唔嬲。喂，有得食唔食，罪大惡極啊嘛，唔使錢嘅，唔食就笨啦，所以大家都開始食七禁食。但係日日咁食都唔係辦法噶，江山都俾佢食崩啦，老百姓仲食到周身病痛。點解呢？因為忽然之間暴飲暴食啊嘛。哇！呢一下慘慘豬啦，老百姓唔單止將所有嘅儲備糧食都食晒，仲要搞到周身病痛。之後一餓就餓咗3年，用咗3年時間先至可以度過呢個糧食嘅困難時期啊。
但係當時候個老百姓已經習慣咗一日三餐啦，尤其係晚飯一定要食。後嚟喺改革開放之後，嗰啲飯館開得越嚟越多，夜晚就最好生意。咁自此以後，大家就慢慢養成咗一日三餐要食晚飯嘅習慣啦。咁係咪話晚餐不食餓治百病咁神奇呢？嗱，其實好多人理解錯咗呢句說話嘅意思。餓治百病唔係話直頭唔好食飯，挨住肚餓咁樣瞓覺，唔係咁解，係要限制糧食嘅攝入量，唔好暴飲暴食。咁要點食呢？嗱，我哋經常咪咁講嘅，早上食得似平民，中午食得似皇帝，晚上食得似乞兒。咁早餐係一定要食嘅，晚上就要食少啲啦，保持一個飢餓嘅狀態。因為人嘅新陳代謝係從凌晨嘅4點至到第二日下午嘅4點，到咗晚上嘅時候，人嘅新陳代謝就開始下降噶啦。咁所以就要食少啲，食得似乞兒啦。唔係嘅話，人體就會將嗰啲廢物變成脂肪噶啦。咁你知啦，依家啲人啲生活習慣，早餐可能唔食嘅，中午嗰餐又求其咁食，咁到咗晚上嗰餐又好豐盛，開始暴飲暴食啦，又少運動，咁樣對身體自然唔係咁好啦。咁喺乜嘢情況之下先至唔食晚上嗰餐呢？嗱，譬如話中午食得太飽，又或者過咗午飯先嚟食，食得太晏，晚上已經食唔落啦，又或者係嚴重肥胖，要節食減肥，咁樣嘅情況下就可以唔食晚上嗰餐啦。所以話人嚟鐵，飯嚟鋼，日晚飯唔可係 A 百病個。冇錯啦，想要身體健康，每餐食7分飽就夠啦。均衡飲食，多啲食水果蔬菜，根據唔同嘅體質嚟決定食唔食呢一餐晚飯，咁樣身體先會健康噶嘛，係咪？咁到最後，阿婆話要問下你，你一日有幾多餐？有冇晚飯？有冇宵夜？留個言啦，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人有三不親，邊3個唔親呢？親戚都咁現實。第一個就係阿姨嘅老公，第二個係阿姑嘅老公，咁第3個就係舅父嘅老婆。嗱，呢3個好明顯同我哋係冇直接嘅血緣關係嘅。你同佢哋親唔親呢？點解又會唔親呢？嗱，首先我哋要搞清楚，阿姨嘅老公叫姨夫，指嘅係自己老婆嗰邊或者係阿媽嗰邊姐妹嘅丈夫，即係自己姨仔嘅老公。嗱，有啲地方唔係叫姨夫嘅吓，叫姨丈、姨爹、姨爸、姨爺等等嘅叫法，講嘅都係同一個人，只不過係輩份唔同嘅叫法嘅啫。譬如話你同佢係同輩，你比佢嘅輩份高啲，咁你就可以將佢叫做姨夫。如果係晚輩稱呼長輩，佢比你嘅輩份高啲嘅，呢個時候你就要將佢叫做姨父啦，因為有個父字顯得更加尊敬嘅意思啊嘛。不過依家好多地方都冇分得咁清噶啦，通常都係叫姨夫啊，或者係姨爹姨丈嘅啫。咁你家鄉又點樣稱呼姨夫阿姨嘅老公嘅咧？你同阿姨嘅老公又親唔親呢吓？咁再講下阿姑嘅老公咯。嗱，阿姑嘅老公佢即係父親嗰邊嘅姊妹嘅丈夫。咁阿姑嘅老公通常叫咩咧？叫姑父、姑丈、姑爹、姑爸，講嘅都係同一個人。佢同時亦都係我哋阿公阿婆嘅女婿。咁搞清楚稱謂之後，嗱，我哋就要講翻點解同阿姨嘅老公、阿姑嘅老公唔親呢？首先係因為佢哋同我哋係冇直接嘅血緣關係嘅。譬如話婆弟要嫁女啦，咁自此以後呢個家庭就多咗一個姨丈咁樣嘅物體。又譬如話我哋嘅姑姐，即係阿婆嘅女要出嫁啦，咁呢個家庭自此以後就多咗一個姑丈咁樣嘅人。但係姨夫同姑父呢兩個人喺未同我哋嘅姨媽姑姐結婚之前，我哋係唔識嘅，亦都冇咩交集，冇咩童年嘅回憶，自然就唔親噶啦嘛。除非有一種情況，咁自細姨夫姑父就睇住我哋大，喺我哋好細個嘅時候，姨媽姑姐就同佢哋結咗婚噶啦。可能好細個嘅時候，佢哋仲因為追我哋嘅姨媽姑姐，買過好多零食嚟收買我哋。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可能帶俾咗我哋多多少少開心嘅童年回憶。可能就冇乜隔膜，咁自然就會親啲，因為人都係有感情噶嘛，親得多，交集得多，就自然會熟啲噶啦。若然一年都見唔到一次嘅，唔好話親啊，真係見面都唔知講乜啊。咁你又同你嘅姨媽親啲，定係同你嘅姑媽親啲咧吓？咁除咗姨夫同姑父之外，仲有一個唔親嘅就係舅父嘅老婆舅母啦。舅母係阿媽嗰邊兄弟嘅老婆，咁有啲地方唔係叫舅母嘅吓，叫嬸母、冚母或者係舅娘都有嘅。咁你家鄉係咪咁叫嘅啦吓？
嗱，睇翻琴舞嘅琴字係好有意思嘅吓，唔好寫成鋼琴嘅琴，係女字間嘅金呢個字，普通話讀尖，粵語讀冚。大冚姐、冚婆都係用呢個冚，不過冚婆已經係去到父母嗰輩嘅舅母噶啦，我哋就叫冚婆，有個婆字啊嘛，係咪？咁你睇翻個字形，女加金合起身，係指要當面迎親嘅女外戚，本意係指舅父嘅人，招引，連讀就變成咗個尖冚字咯。從遠古流傳到依家，係華夏最後一個咁有色彩意義嘅親屬稱謂。嗱，你可以理解為舅人就變成咗個冚字。嗱，譬如話喺陝西嗰邊啦，對於舅父嘅老婆就有大細之分啦。如果舅父比自己阿媽大嘅，就會將佢老婆叫做冚媽；比佢自己阿媽細嘅，就會將佢老婆叫做冚娘。有長幼順序之分嘅。咁你家鄉有冇咁樣分嘅啦吓？咁講翻轉頭啦，點解同舅父嘅老婆冚母又會唔親呢？除咗因為係冇血緣關係之外，呢一個冚母仲係從其他人家嫁過嚟嘅。雖然比起姨夫同姑父多咗幾分接觸，但係都係冇幾親嘅感覺。咁呢一個可能係因為經常見到自己婆弟同冚母發生一啲婆媳關係嘅矛盾，喺自己人嘅角度就覺得冚母係一個壞咗嘅人，咁自然就對佢冇咩好感啦。咁之所以古人會話人有三不親，因為自古以嚟都係以男性為核心形成嘅一種宗親關係，所以你見到呢三不親係冇叔伯嗰邊嘅親戚喺度嘅吓，咁所以亦都形成咗以男性為主導嘅關係結構啦。嗱，譬如話依家喺農村都係嘅，兄弟結咗婚之後，咁嬸母仲有可能係住埋一齊，但係如果姨媽姑姐嫁咗人之後，就好似嫁出去個女潑出去個水咁樣。呢一個亦都可以反映到女性喺宗族地位嘅缺失。咁譬如話《紅樓夢》，大家都應該有聽講過啦。賈寶玉同林黛玉就係兩老表嘅關係啦。咁林黛玉嘅父親林如海，對於賈寶玉嚟講，正如係三不親裏面嘅姑長。嗱，賈寶玉對於姑父係冇咩感情㗎，甚至姑父過咗身嘅時候，佢都只係仲諗緊林妹妹嘅啫，所以少接觸係冇咩感情唔出奇嘅吓。咁當然啦，呢一個人有三不親，放到依家未必啱使嘅。姑長、姨長、冚母都未必話唔親嘅，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同親戚嘅親疏關係唔係話淨係睇有冇血緣關係或者距離嘅遠近，好多時候可能仲會睇佢份人點啊，值唔值得來往，有冇經常來往去維繫呢一段關係。再親嘅親戚如果冇經常交接嘅話，都會變得唔親；再疏嘅親戚經常走動，都會好親嘅。咁好啦，到最後輪到你講下，你同你嘅姨長、姑長、舅母又親唔親呢？留言話我知，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